广告。好的，大家好，我是那个明星包装的这个，打开里面哦，你看还可以留作纪念的啊，每一句都是简老师的座右铭最喜欢的一句话，提高眼界，追求卓越，这就是我的求艺之道成仙之道。是的，这就是水彩也是人生，真好看这么漂亮的 marker。现在开始了哈，我把这个24把它排在这个位置上面来，我做个简单介绍上次有介绍给你们看到了你要知道你的颜色的位置，你的颜色的出处在哪里。我做了几个区隔，你这样子会很容易记得住。以后你颜料呢就不要乱摆。在彩虹色里面，彩虹色从这边开始是我的彩虹色，红、黄、蓝3个原色。而这个区域呢，黑色的区域叫做以黑色为主导的然后你接下来开始呢咖啡色，你可以说这里是那个咖啡烘焙区就是从黑的凡戴克Ivory Black 凡戴克Bersiana Raw Amber 这样子整个下来。其实如果你在黑色区域里面，其实这个区域是不在彩虹色区里面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上面这样讲起来的话，它就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黑、红、黄、蓝。所以上面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印刷术的4色印刷，或者是喷墨表机的4色印刷。只是说你这颜色里面还可以再做分裂嘛，再做分离嘛。因为我们3原色，每一个色我们都知道，它必须要有2个倾向，你都要具备。所以好了，我黄色有2个，简单吧？我用了这个柠檬黄，也是 permanent 这个都是这3个都是 permanent， 都不是铬系列的，黑的太贵了。好，2个黄，这是我有2个红。如果你有2个倾向，有一个透明一点，一个不透明一点点，都挺好的。一个深一点，一个浅一点，或者是然后另外的当然是一个偏向，一个偏直一点，一个偏橘一点点。所以我们这样很完整的，对不对？2个黄，2个红。另外呢，蓝色。我本来很早以前我就对蓝色非常偏心的，所以呢，蓝色里面呢，除了2个色系都要有以外，而且我的各色系里面我又各区隔了2个，一个浅一点的，一个深一点的，这我们都知道了钴蓝 （cobalt blue） 对不对？这 ultramarine。后半的这个 ultramarine 我用的是 deep， 因为它还有一个是 ultramarine light， 比较浅的比较亮的，跟一个比较深的。那我选的是 deep， 我的理由是因为它的 ultramarine light 跟钴蓝比较接近一点。所以色系上面感觉上，因为这2个都已经偏紫色的了，那你还稍微浅一点，不就跟钴蓝接近了吗？那我能够稍微区隔就尽量区隔一点。还有一个它的沉淀效果是最强的。我用过所有的那么多的专家级颜料的 ultramarine， 我觉得它的 ultramarine deep 是非常强烈的沉淀，颗粒状非常明显。早在我20年前的时候，30年前画那个古典静物的时候，你看背景颗粒状的都是 ultramarine 它在帮忙。不过它有个缺点因为它颜色很暗沉，然后呢会比较彩度很低，而且很黑很暗所以你要是想要画一些亮的天空，不大适合加上这个我建议还是用钴蓝之类的比较亮一点的，因为这个不大适合。你要画深颜色的话，你可以考虑这个比较亮的颜色的，不建议但是有时候我还是偶尔会加一点点ultramarine deep，是因为我喜欢它的颗粒状，尤其面对那个中明度灰到灰暗的颜色，我都会偶尔加一些。我把这个当成是颗粒状的调味料再来呢，这2个我们都很熟悉啦，偏蓝的这个应该就是 Cerulean Blue， 可是呢，我不是用 Cerulean， 我用的是 Manganese 锰蓝 ，Mangan Blue 锰蓝，对，小鲜肉蓝，小鲜肉。不过因为我以前对它的那个就是好感使得我还是选择它。另外原因就是你不选择它，你只能选择什么天蓝 Cerulean。好了，Cerulean是传统里面很一样，跟 cobalt blue 这2个好兄弟，他们2个都是很高贵的兄弟，都是王子色啦，出身那个好人家的，都是低等级以上的，所以都很贵。那 Manganese 它只有 B，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反正呢能够便宜就尽量便宜能够稍微那个等级不要那个太恐怖的因为你以后会牵涉到以后你要需要大量的买大瓶的颜色的，我是觉得能够尽量先手记这个就好。其实它大部分都还是 A 等级居多啦就算它现场呢，就算它目前变的颜色100多色里面，其实绝大部分还是 A 的了。你记得
便宜不见得不好，知道吗？那是因为色粉取得问题，贵的色粉它取的就是贵的那中价位的色粉对不对？比如说基本上它这些颜料都是相当好的颜料，所以如果能够颜色接近的，我们尽量找可以替代的。另外这个呢是钛青蓝 （Valhalla Blue）， 就是我们以前用那个学生级的 Intense Blue， 或者是 Pickup Blue， 偏蓝绿的那个蓝这一定要有的，这你们都很熟悉嘛，对不对？两个蓝，偏绿的蓝，偏紫的蓝，中间给它空格做个分界从中间开始绿色的一样还是有个效果印，所以你看嘛，这10个就是我们的彩虹色啦，加上一个黑色3色 ，OK。底下这一排呢，先谈这个部分，这是钛白 （Titanium White）。钛白我另外水彩里面常常你要是买一整盒的通常你买一般的24色或者12色的那种一整盒的并不是像这种花家联名款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里面一定有附上一个白色，而且那个白色一定是附上 Chinese White， 一定是附中国白，很少附上钛白的。可是对我来讲不对，我不可能的，我不喜欢那个中国白，因为我当然要白，我就是要覆盖力。你给我一个白是一个透明白干嘛而且它的钛白是纯粹的覆盖它就是基本上就是挂许。好了，顺便给大家认识一下这个颜色上面的这个。首先要看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这有认证的表示什么？这简老师有加持过的这个每个颜料呢，简老师都有有那个过香炉的。好了，大家以后呢会有保佑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最有趣的东西，请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请看到纯黑的就表示它纯不透明，这个是灰中灰 （Gray of Gray） 灰中灰，这就是完全覆盖的，完全覆盖。所以呢，这白的应该也是黑点点，黑点点完全覆盖。如果是白点点，manganese 是纯透明的，再看一下，全部是纯透明的，没有线。另外呢，还有一个有线的跟一黑一白的，那个是一黑一白的，有没有？一黑一白都写的半透明，一条线也是半透明，但哪一个透明性比较高？这个当然是比较透明的。怎么这样讲？黑点越多越不透明。这个油画也是这样子的。你看油画颜料增加颜料也是有这种标识的。好，回来看这个所以这个是钛白 ，Titanium White， 完全覆盖性的。另外这个白灰中灰Gray of Gray， 灰中灰。灰中灰其实我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偷懒的白，就是你看它其实也很白，对不对？没有错啦，你可以不要买这个了。我说以后你有白就好了嘛。可是你要知道，今天我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挺方便的，我可以拿它当成一个粉底，你加点其他上面的那个彩虹色进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奇怪的、很可爱的一个暖灰色。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底，没人懂。上面那叫色母，你知道吧？这是油漆、水泥漆，然后把那个色母加进来，让它变成某种各种的灰色调。那你在调色的时候会比较快速、方便一点。另外呢，你有了这个以后，你白色当然就用的少嘛。如果你都不好啦，假设啦，你的粉色系都不买啦，没有错。你只要有一个白粉就够了，你只要有一个白色就够了，因为什么呢？你有没有发觉到这一边的粉色就跟上面的配对了？你看，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另外观念，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浅色的时候，我们以前是用这种透明色来做浅色，你只能用稀释它的情况来做，用稀释的。可是今天如果你有一个比较浅的颜色的时候，你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或者说比较密度值比较够的、比较厚实的一个颜色，而不像这个颜色调出来那么空虚。假设你要一个非常浅的颜色的话，你一定要稀释这些颜色。那现在你有了这个颜色，你就可以优先选择这边的，先来制造一个比较浅的颜色。所以这里可以调出浅灰色，而这里可以调出中明度的灰。那在中明度灰的时候，这两个都可以互相调都没有关系。慢慢进入到最后暗的时候呢，尽量就往这边走了，而很少碰到这个颜色。观念就这么简单。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喷墨印表机里面的6色印刷的概念，这就是浅蓝跟浅红，但没有那个浅黄色，没有浅黄色，那是因为黄的本身已经很淡的，
哦，很浅的。所以你用六色印刷的话呢，六色喷墨的话，它喷出来纸会更细腻一点。但是跟我们在调色的时候是更方便。哦，那我现在这个是这个灰啊，这个叫我个人创作时候也常用的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上课里面没有常到这个叫做大卫灰 （David's Gray）。你看这个颜色很可爱啊，它几乎可以直接使用的。但是我跟你讲哈，我们有这个颜色，并不是为了拿这个颜色来直接使用。我跟你们讲，这些都是我们的那个底漆呀，底漆，了解吧？利用这个底漆，我们加点色母进来，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油画颜料、油画家他们有这个颜色，然后呢有个白色就可以。你有觉得他们油画颜料可以调出各式各样的灰出啊？因为他们每个颜色都用白色去调。然后使那个中间灰色调非常的饱满，非常的厚实。可是我们以前呢，用透明水彩画，不能用白色啊，全部都是透，那只能拼命用水去稀释它，然后那个颜色感觉就很薄，很稀薄，因为没什么色粉嘛。因为这里是水彩的一个问题，因为中间你透过是水，不是说完全用颜料来解释的。不管你用了粉色，你还是会用水去稀释的。可是油画也不见得哦，油画其实就是颜料本身去混的。它根本没加多少油，不像我们水彩还是要加很多水彩，所以你一旦有水彩进来，它稀释情况都会特别严重。所以我认为粉色系的需求都随着提高了，不只有白色而已，知道吗？当然，我今天呢哈，你看了哈，这个是巴蒂斗，对吧？其实巴蒂斗就是你把污染啊加上白色就是巴蒂斗啦。这个是你用白粉跟蓝色互相干扰出来的混合出来的结果。那你用白色去调的话，以水彩来讲，会特别容易脏掉，会特别容易灰浊掉，比起油画来说，会更容易，因为你还是透过水来稀释的。所以今天我如果用上这个颜料的时候，它可以让我们的颜色不会马上就下降那么快。如果你今天完全用白色去调的话，那现在好了。那如果说现在有个观念，你要画浅色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彩虹色下来调。另外呢，加浅白色进来，让它颜色更浅，让它更浅。而不见得只能靠水来稀释，可是它终究是白色颜料，它对你的色彩并没有多大帮助。可这个至少它颜色还帮你撑住，知道吗？还帮你撑住一下颜色的那个力量。所以这就是把这个蓝色的色粉，所以你看啊，这个是巴蒂斗，就是拉贝斗。奇怪，他们好像都约好的，名字一定要这样走的。我以为是为了发音好听。拉贝斗，巴蒂斗。Jean Blend Number One, Jean Blend Number Two 啊，这个哈，你看哦，这是拿玻里黄，拿玻里黄它跟这个柠檬黄很像，可是拿玻里黄哈，它介于这两个中间，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的粉质比较高一点，粉质高了一些啦，跟这里不大一样，它比较透明，它比较粉啊。当然有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啦，跟别的一款店，你看这个又来了，看这上面又结晶出来了。很好调啊！好了，所以你看呢，黄色的粉色、红色的粉色、蓝色的粉色、绿色的粉色。好，这样子你是知道我的出处在哪里了？颜料出在哪里？很简单的，对不对？所以以后不见得说大家这个粉色都每个都要这样子用，我只是说，我提供这20色让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先去认识这几个粉色，而且我觉得，好比是所有的那个名牌大厂里面，它粉色最多的，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啦。没办法再放进来的啦，我是尽量能够找出啊，我觉得还可以，我个人还蛮喜欢用的这几个颜色，把它弄进来。好，所以你看这个大家都配对的，那这个大概就这个，你把那个猛男啊、小鲜肉，把小鲜肉加上这个白色，叮咚，就是这个天空蓝啊，不是那个天蓝，而是那个地平线蓝 （Horizon Blue）。它也是一样，这都是粉质很高的颜色。但我觉得这个虽然亮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其实还蛮方便的，也还不错用哦。这个跟这个所以以前我们在加韩色的粉色的时候，我们都只能加这个，对不对？加巴蒂德而已。可接下来你有一个绿色倾向的，可以帮你的选择哦，就不用说加这个时候还要再加点黄进来，就直接就这个就进来。另外这是土绿 ，Terror 土绿，那土绿基本上就是这个素绿的不透明色。素绿不透明色，不管怎么样，以下这个粉色，只要是彩虹区里面的，它都经过调色的。不管怎样，我都喜欢至少调个2个到3个以上。好，那现在我看马上快速的哈，刷一个给你看，我怎样使用这几个粉色来练习各种的灰阶的调色。